我叫克雷格，来自缅因州的一个小镇。这个地方很小，小到公共设施只有一个超市、一间中小混合的学校，以及每周大家都会来祷告的教堂。除此以外，还有一个餐厅。父亲每个月都会带我们去那就餐。可自从母亲死后，我们再也没有去过。第一次认识哈里根先生是在教堂里，我作为少有的小信徒上台朗诵圣经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哈里根先生向我投来了不一样的眼光。从那一天起，我就一直在想，哈里根先生为什么会选中我？在他的邀请下，年仅9岁的我成了他的陪读师，回报是每次可获得$5的酬劳。哈里根先生是一个亿万富翁，据说他来小镇居住是为了安度晚年。偌大的别墅里除了一个园丁，还有一个忙里忙外的女管家。房子内的装修富丽堂皇，也让我第一次见识到了什么叫奢华。在转了一圈后，我扭头发现了一个人，哈里根先生正静静地看着我。随后，我按照他的指示开始读书，而他则悠然安静地聆听。就这样，融洽的相处和充实的生活，让我渐渐淡忘了丧母之痛。有一天，我早早来到了别墅，在等哈里根先生的间隙，一个柜子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好奇心的驱使下，刚要去查看时 What are you doing? Nothing, sorry. It doesn't concern you. What's in the closet? Terrible secrets. 哈里根先生点到为止，我也很懂规矩，继续读书。休息的时候，我问他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，他说喜欢看看财经报纸。我认为这实在太无趣了。他则说世间最真实的东西就是金钱，它的魅力不在于购买力，而在于存在的强大力量。深奥的回答让我对他产生了浓厚兴趣。经过上网搜索得知，哈里根先生一生致力于事业，他没有结婚，更没有子嗣，平时和亲戚也不来往。有人评价他自私且冷酷无情。看着一条条报道，我竟莫名同情起哈里根先生，因为他和我一样都有着难以描述的孤独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这期间我经常收到哈里根先生的节日贺卡，每次他都会附上一张彩票，或许是为了提醒我要对未来充满希望，而每一次我都会用我的幸运币刮开它。不出意外的没有中奖，但我对此却非常开心。随着时间的推进，哈里根先生越来越老，而我也在慢慢长大。一晃5年过去了，时间来到了07年圣诞节。First time we read this, I didn't quite understand the title. The gift of death. 我每周给他念3次书，持续了整整5年。在这段成长的经历中，我不仅变得成熟，也更珍惜跟哈里根先生独处的时光。在我看来，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，更是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。这时候我在小镇的中学毕业，正式成为了一名美国高中生。因为小镇没有高中，所以要每天坐校车去其他小镇上学。学校的生活多姿多彩，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。可上学第一天就遭遇了意外，校霸拿出鞋油让我跪下来给他擦鞋。所幸小黑老师路过解围，才化解了一场校园欺凌事件。这种事情很正常，但对我来说却是第一次。来到哈里根先生的住处，我问他如果有人霸凌你该怎么办。哈里根先生则说 Harshly. 圣诞节这天，父亲送给了我一部苹果4，而哈里根先生依旧是贺卡和彩票，惯例用幸运币刮开兑奖面。惊喜的一幕发生了，我居然中奖了，而且是$3000的巨款。父亲建议我将这笔钱存入基金，用来我以后的学费。可我心中却有另一种打算，我用这个意外之财买了不同款手机送给了哈里根先生。哈里根先生拿到手机后很意外，他说自己并不喜欢电子设备，就像他从不看电视一样，他认为电子只会消磨时间。我听后不以为然，然后教他如何使用手机。当得知可以实时查看股市和新闻时，哈里根先生很惊讶手机还有这种功能。然后我又教他如何收发信息，如何设置独特的来电铃声等等，种种不可思议的功能，刷新了哈里根先生对新世界的认知。最终他开心收下了礼物。随着新鲜事物的介入，我们在读书之余的话题更加广泛。他就像是我的爷爷，而我就是他的孙子。我们之间的对话就好像是亲人在交流。我想给他备注一个名字，询问他年轻时有没有什么称号。哈里根先生思考片刻，输入了一个名字，原来叫海盗王。果真是人如其名，威武霸气。这样的生活没过多久，哈里根先生对手机提出了忧虑。他认为互联网提供了诸多免费信息，实际上这是一种潜在的危险，它会让人慢慢产生依赖。一旦有虚假新闻和烂透的东西掺杂进来，人们可能会察觉不到。当时的我并未理解他的提问，但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他的话验证了未来世界的确如此。 And on that day, in a matter of seconds, Mr. Harrigan predicted the future. 父亲让我辞掉现在的工作，因为害怕影响我的高中生活。我选择无视父亲的话，因为我把哈里根先生当成了爷爷。那天我给他发送了一条祝福信息，可他并没有回复我，因为就在第二天我去别墅的时候，哈里根先生永远离开了人世。他就那样安静地坐在椅子上，却怎么也叫不醒。忍住内心无比的悲伤，我给他读了我们最爱的双城记。 It was the epic of belief. It was the epic of incredulity.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, and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.
回到家中，我将哈里根先生的手机带了回来，然后向他的手机又发了一条信息。哈里根先生的悼念会在教堂举行，我最后一个走到他的跟前，在查看四下无人后，我将他的手机放回了他的口袋，希望天堂的哈里根先生可以借此聊以慰藉。这时有个奇怪的男人走了进来，我只好匆匆离开了教堂。哈里根先生下葬的那天，我看到了不远处母亲的墓碑。自从母亲死后，我从未来过墓地，因为在我内心一直坚信母亲还活着。当葬礼结束的时候，哈里根先生的财务找到了我，他说有一封哈里根先生的亲笔信交给我 instructed to hold it until such an occasion as this. 坐在父亲的车里，我把信的内容念了出来。他说在基金里存了80万美金供我读书，按照他的推算，这些钱足够我走完人生的最初阶段。在信的结尾，他写道 P.S. I will miss our afternoons together too. 这一句话让我瞬间惊醒，赶紧拿出手机查看确认，果然和那天发的信息一模一样。难道这是巧合，或者是一种心灵感应吗？当天晚上，我望着手机陷入了沉思，随即给哈里根先生拨去了电话，对方自然是无人接听，但我给他留了言。I miss you, Mr. Harrigan. I appreciate all the money that you gave me, but I'd give it back to have you still around. 第二天，我起床后惯例查看手机，惊悚的一幕让我头皮发麻。哈里根先生竟然回了一条信息。我急忙跑下楼告诉父亲，让他赶紧找人去挖坟墓，因为哈里根先生可能还活着。父亲听后觉得很奇怪，于是我将放手机的事说了一遍，然后他拉我坐下，告诉我哈里根先生死后进行了尸检，所以他可以肯定这是个事实。至于手机短信，极有可能是有人黑了那部手机。听完父亲的解释，我想起教堂悼念会上的男人，会不会是他后来拿走了那部手机？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，我骑车来到了墓地，然后拨通了哈里根先生的电话，趴在地上仔细聆听，下面传来了熟悉的铃声，这就很奇怪了，难道他的手机真的被黑了吗？可为什么要给我回信息呢？之后再也没有事情发生，我回到学校开始了正常生活。正当我差不多淡忘时，又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。有一天在学校举办的舞会上，校霸拉着我来到了楼下，原来他对上次的事并不甘心，然后将我手臂交叉狠狠打了一顿。这件事让我身心受创，但事情很快发生了转折。回家的路上，父亲询问是谁打了我，而我选择了隐瞒。比起父亲，我更愿意将此事讲给哈里根先生。当晚，我拨通了哈里根先生的电话，自言自语讲述了自己的遭遇。次日清晨，我的同学给我发来信息，校霸死了。听说他死的时候，尸体双臂交叉趴在地上，手里还攥着一盒血友。这件事让我很困惑，难道是哈里根先生在天显灵，惩治了这个家伙吗？虽然校霸很渣，但他还罪不至死。晚上我再次拨通了哈里根先生的电话，询问他如果校霸的死和他有关，那就敲3下我房间的墙壁。结果什么也没发生。我觉得这想法蠢透了，看来还是我想的太多。可就在这时，熟悉的来电是哈里根先生无疑。正当我去接时，他却停了下来，紧绷的神经尚未松下，手机又突然发来一条信息。我蹲下身子仔细查看，果然是哈里根先生的信息。这一幕让我彻底震惊，一股莫名的恐惧袭上心头，同时也为校霸的死充满了懊悔。第二天，我来到手机售卖店，重新给自己换了一部新手机。回到家后，直接将旧手机藏了起来。我希望这一切发生的都是梦，再也不要出现了。2011年，我考上大学，离开了小镇，新鲜的生活让我无比充实。故事到这里或许就该结束了，可不久后又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。父亲来电说我的小黑老师出车祸死了，那是我最敬重的老师。很快我回到了熟悉的小镇，并参加了老师的悼念会。这时有同学告诉我，凶手是一个酒驾司机，而那个司机并未得到处罚，而是通过关系逍遥法外。听到这个结果，我气愤不已。回到家中，我将盒子拿了出来，然后鬼使神差地给哈里根先生打去了电话。I want him dead. 这本来就是我的气话，从讲完的那一刻起我就后悔了。奥斯卡·王尔德曾经说过，当神明想惩罚我们时，就会实现我们的祈祷。在惴惴不安的等待中，隔天我就在网上看到了司机的死讯。随后我花200美金找到目击者打听细节，他说死者是吞了半块香皂噎死的。我询问是哪个牌子的香皂，答案正如所料是老师生前的最爱。除此以外，警察还在房间发现了一张纸条，而纸条上写着哈里根先生最爱的一句歌词。毫无疑问，哈里根先生绝对还活着，而且他又帮我杀掉了一个人。震惊和恐惧，愧疚和懊悔，各种我讨厌的情绪涌进脑袋，我感觉自己都快炸了。失神落魄的我来到了哈里根先生的老宅，打开了他之前不让我看的柜子，里面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，全部都是他年轻时的照片。原来他和我一样，都是早年失去了母亲，从此变成了一个孤独的人。
或许正是这个特性，才让我一直将他当成了精神寄托。此时，哈里根先生又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，CCC 代表了我的名字 ，ST 可能代表了助手。我坐在哈里根先生的墓碑旁，询问他让我助手是什么意思。可不管是什么结果，这一切都该停止了。You can rest now, Mr. Harrigan. 告别哈里根先生，我又转身来到了母亲的墓碑前。在这一刻，我知道母亲已经离开了我，她真的再也回不来了。我要和悲伤的童年告别，告别那个让我看不清路的孤独。随后，我做出了一个决定，为了斩断这一切感情纠缠，我来到了小镇的郊外，然后掏出手机把它扔进了湖里。在21世纪的科技社会，我始终无法相信哈里根先生还活着，但我能确信一点，在我死的时候，谁都不能把手机塞进我的口袋。